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兩個 Obsidian 的外掛，第一個叫做 Dashboard Navigator， 第二個是 Netclipper。Netclipper 我們先前已經介紹過了，但是今天特別針對它的 Home 分頁的設定來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Dashboard Navigator 事實上是有兩個功能，一個就是 Dashboard 的功能，也就是儀表板，它能夠迅速的在它的一個畫面裡面呈現出儲存庫裡面的統計資料，還有最近使用的一些檔案。檔案也可以按照筆記或者是 Canvas 或者是圖片或者是 PDF 檔等等來做分類，可以很快的將儲存庫裡面的這些常用的檔案做一個匯總。Navigator 是第二個功能，它的導航。透過這個導航的功能呢，我們可以很快的了解儲存庫裡面所有檔案，它的名稱、路徑、大小、更新日期，還有它使用的標籤或者是頁幕區的一些欄位的內容，可以透過這個 Navigator 很快列出來。先來看一下它的操作，只要安裝了 Dashboard Navigator 外掛以後，就可以在左邊的工具欄裡面找到它的圖示。我們點擊一下，它就會顯示出它的視窗。在這個視窗裡面切分成了兩個檢視的畫面，第一個就是 Dashboard， 也就是整個儲存庫的概覽的狀況，這邊有統計，然後還有最近開啟的檔案，最近使用的這些檔案，那後面就是筆記或者是畫布或者是圖片或者是音訊檔、PDF 檔等等的這些分類，可以透過這個 Dashboard 很簡單的就看到。這個 Navigator 就是會將所有的檔案整個列出來，用列表的形式。主要就是我們可以在這個搜尋欄裡面來對這些列表的內容做一個過濾。比如說我想要知道本周到底修改了哪一些的檔案，就只要輸入 at 符號接着再一個 W， 它就會出現本周修改的內容，就可以看到修改的內容呢是54個。如果我們把這個 W 改成 D， 就是今天有做異動的內容。如果再加上-1，就是昨天，也就是我昨天总共有更新了14個檔案。如果-2，就是從2天前到今天到底你更新了哪一些檔案。所以透過這個呢，就可以很迅速的得到我們到底修改了哪一些檔案，這些修改的歷程。以前我們必須使用 Data View 才可以很快的了解到底更新了哪一些檔案。今天透过這個 Dashboard Navigator 很迅速的了解更新的這一些歷程了。這個就是 Dashboard Navigator 它的基本功能。然後它也有一個預覽的功能，就是我們按下 Control 就可以直接顯示出來。例如我現在在儀表板的畫面上按着 Control， 然後將滑鼠游標移動到一個連結，這個時候它就會彈出一個 Hover 的視窗。在這個視窗裡面呢，你可以選擇開啟，它就會開啟在目前編輯區裡面，或者是新分頁，或者是新視窗。當假設我們要把它開啟在新視窗，它就會開出一個新的視窗哦。那再做一次範例，按着 Control 不放，滑鼠游標移進來，它就會彈出這個視窗。同時它所有的鏈接，它的右鍵功能表也有特別的功能，比如說我們可以直接做開啟，這幾個都是開啟的功能，或者是直接顯示預覽的畫面。右邊也可以顯示出它的 Front Matter， 就是頁幕區的這些內容，在這個地方它就會把頁幕區的內容給整個呈現出來。或者是檔案的屬性，它就會將上面大小、建檔日期、修改日期、你的 tag 是什麼，還有 front matter 是什麼，通通都會顯示在這個 file properties 這一個功能選項裡面。不是只有儀表板有這個功能， Navigator 它也有這樣子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現在點擊一下，右鍵功能表有這個功能，同時會有這個預覽視窗。搜尋框裡面，我們其實有下面這些關鍵字可以來執行哦，它可以馬上過濾出符合的檔案的內容。例如，我需要列出所有的筆記，就是用 @notes， 那也可以寫成 @n， 它就會将所有的筆記就列出來。那如果是@images 或者是@i， 它就會将圖檔列出來。它就是根據這些類型的，可以過濾出整個儲存庫裡面相對應的這一些檔案。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範例，在這個地方，我希望列出所有的 PDF， 因此輸入 @pdf， 它就會將 PDF 就整個列出來。或者是我希望列出所有的圖案，因此就用 @i。那這個同時 @n 就是所有的筆記。如果我們再加上標籤，就可以更進一步的過濾出符合的這些筆記。比如說我要列出 Anki 的所有的筆記，那就是只要輸入這樣子就可以了。如果我們再輸入特定的內容，就可以再做內容的過濾。比如說我要找這個 Super，
它就會找到了這一篇筆記。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搜尋框很快速的來做一些過濾，同時它也可以跟日期來做一個結合，今年內跟 Anki 相關的內容。那這個就是我在今年內有做過一些更新的跟 Anki 這個標籤有關的修改。剛剛這個日期的這些關鍵字有這一些，今天的話就是 @d， 昨天就是 @d-1，N 天前呢就是 -d-n， 比如說 @d-10， 那就是10天前到今天的所有異動的內容。本周就是用 @w， 那可惜 @w 它沒有往前的用法。本月呢就是 @m 最多可以到-12，因此可以到前面的12個月。今年就是 @y， 可惜它也沒有去年的，比如说 @y-1， 它目前沒有這個功能。那希望以後能夠擴充，那這樣子就是幾年內的內容我們都可以直接查詢出來。但是理論上這個日期的過濾通常不會需要到那麼久以前的筆記，應該就是最近的這些筆記，因此這些日期的關鍵字應該也是足夠實用了。先前已經有介紹過了，日期跟檔案類型呢是可以一起同用的。如果你希望不要某一類的標籤出現的話，就是在這個標籤的名稱的左邊加上驚嘆號就可以，驚嘆號就可以排除。如果你想要找到筆記裡面具有某一類的 YAML 的屬性的話，就是直接用單引號，然後裡面輸入 YAML 區的欄位的名稱，比如說 cover_image_url， 用單引號把它括起來，它就會將你的筆記裡面具有這個屬性的就全部列出來。那如果你希望要出現某一類特定的屬性的值，比如說我希望出現所有屬於 index 這個類型的筆記，就用單引號，然後輸入 type 冒號空一格，請各位記得這個空格是需要的，然後 index， 這樣它就會將我所有的索引筆記全部列出來。這個就是在搜尋框裡面可以達成的搜尋的組合。在排序上面它就很簡單，只要在右上角變更排序的方法，或者是在標題上面雙擊欄位就可以直接做排序。做一遍給大家看，我們在這個 Navigator 這邊，它預設是使用日期來做排序。那假設我要用檔名排序的話，就是在檔名這個地方雙擊，它就會直接變成檔名的排序了。再點擊一下呢，它就變成升密，再點擊一次又變成降密，這個就是排序的做法。然後每一次這個 Navigator 出現的筆數是在設定裡面自己來做設定的。那請各位自己進入設定 Community Plugins， 然後輸入 Dashboard， 然後進入選項。在這個地方可以自己來變更內容，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改成100，或者是其他的數字。在 Dashboard 裡面出現的最近檔案的筆數也是在這個地方可以變更，它最多就是10筆。那這個設定請各位自行去做好設定就可以了。接着我們再介紹一下如何透過 Netclip 來達成整個儲存庫概覽的一個 homepage。預設的新的分頁它是這個樣子，它會出現沒有開啟的檔案，然後可以點擊這一些按鍵來開啟它。但是如果透過 Netclip 裡面的 Home Tab 這個選項，只要將這個 Replace New Tabs 的選項給勾選起來，它的新分頁就會有新的格式會出現。我點擊這個加號，那這個時候出現了這個新的分頁，它就是透過 Netclip 來做設定的。它會有一個時間跟日期，還有你可以直接搜尋整個網站，還有直接搜尋 Internet， 然後還有最近的檔案，最近開啟的檔案，它的個數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做設定。還有你透過 Netclip 儲存的這些檔案的內容是不是要顯示出來，也可以在這個地方來做呈現。這個 Home Tab 要出現什麼內容是可以在設定裡面自行來設定的。透過這個新分頁，其實你很快就可以對你最近的一些儲存庫的變更的內容很快就可以有一個了解。今天就是介紹了 Dashboard Navigator 跟 Netclip 的 Home Tab 這兩個功能，希望對於大家在使用耳朵機連上能夠有幫助。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的使用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